HKSILE 考试成绩有效期，从考试日期计，从收到成绩日期计。如果你也有以上疑问，那这篇文章你不可不看。要知道发牌详情，就要先厘清各机构的关系。HKSI 是简称，中文全称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 Hong Kong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Institute。如果你有兴趣就证券相关的受规管活动上牌，你一定听过它的名字，甚至它举办的考试如 HKSILE Paper 1、HKSILE Paper 7、LE Paper 8，俗称证券牌或者178牌。HKSI 是独立于政府的私营机构，其举办的证券及期货从业员资格考试 HKSI Licensing Exam LE 已获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 核准为申请牌照成为代表及或负责人员的其中一个胜任能力要求。所以，如希望从事证券业受规管活动的人士，需要于 HKSI 报名 LE 考试。但是必须留意，证券考试合格只是申请牌照的其中一个发牌条件，考试合格本身并不等于成功上牌。所以，如果只是考试合格，并不代表你拥有牌照，必须配合其他挂牌要求，例如年龄、学历、工作经验、犯罪记录以及财政状况等多种要求，才能申请牌照。证券及期货受规管活动的牌照由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 批出。证监会是一个负责监管香港证券及期货市场的法定机构，是香港金融业以及证券业的监管机构。证监会独立于香港政府。根据证监会的胜任能力指引，若你希望获得进行受规管活动的资格，便需要获得证监会就该受规管活动的发牌或注册。就证券及期货条例，申请并获得证监会准核的牌照，是进行受规管活动的法律要求。如要取得牌照，考生便须就你进行的受规管活动类别完成指定组合的试卷。换言之，申请证监会牌照有时候需要报考多于一科考试并取得合格的成绩。虽然证监会负责发牌以及持牌人的监管，然而证监会并不负责举办考试。考生在证券及期货从业员资格考试合格后，必须由雇主代考生向证监会申请牌照，才能从事相关受规管活动。申请牌照和申请证书有什么分别吗？我上牌后需要一并申请证书吗？申请牌照和获得 HKSI 证书是两个不同的动作。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由于不会举办考试，所以不会发出证书，而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则负责举办考试和颁发证书，但参与考试是否获发证书与是否持有证监会牌照均莫有必然的关系。只要考获多张考试卷合格，则可以获得额外的所有资格考试的考生需于3年内考获指定组合的试卷，以获取学会颁发的资格证书。学会的资格证书分为2种：学会从业员资格证书、学会高级从业员资格证书。HKSI 证书如何取得？会失效吗？HKSI 的证书是由 HKSI 颁发的证明，证明同学于3年时间内成功于指定考试组合取得合格成绩。HKSI 提供多种证书，以让同学透过与一组该范畴相关的考试组合取得合格来证明自己在该范畴有一定的知识，包括证券、衍生工具、信贷评级服务、机构融资和资产管理。以上范畴分为学会从业员和学会高级从业员证书。学会从业员证书指完成指定持牌代表组合的试卷，而学会高级从业员证书则指3年内完成指定持牌代表及负责人员试卷。如果你申请证监会牌照时获免考卷7至卷12考试，而莫有应考卷7至卷12，则不会获颁任何证书。
豁免资讯请参考下划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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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I 的证书是无限期的，就像卖旗后取得的义工证书和大学修业完毕的证书一样，是终身有效的证明。然而， HKSI 证书的实际作用其实不大。最大的作用就是证券范畴的学会从业员或学会高级从业员证书，可以令你这一生人都不需要考保险中介人资格考试 IIQE Paper 5投资相连长期保险。除此以外，其作用就是为你的履历加上一行看似专业的成就，可以向客户或家人朋友耀武扬威一番。申请牌照是否需要证书？答案是不需要的，而持有证书亦不代表拥有牌照。基本上，除了装饰履历表和部分证书可以助你豁免考保险中介人资格考试 IIQE Paper 5之外， HKSI 证书莫有实质用途。由于 IIQE 卷5投资相连长期保险的考试与 HKSI-LE 证券考试1、7、8内容有重叠，故考过 HKSI-LE Papers 1、7、8而又取得合格的话，可以不用考 IIQE Paper 5。然而，需要补充一点，如果没有考过 HKSI-LE Papers 7、8，而是透过学历或工作经验获得豁免的话，就不能够免考 IIQE Paper 5。HKSI-LE 合格成绩会失效。根据 HKSI 官方考试手册， HKSI-LE 考试成绩有效期为3年，如果考生在考完3年内仍未使用成绩申请牌照，成绩将会失效。换言之，就像港人熟知的 IELTS 和 TOEFL 或普通话水平测试一样，成绩都只在某一段时间内有参考价值，过后就会失去功能。而如果同学需要考取超过1个考试才能获取牌照，就要确保在第1个考试的考试日起计3年之内通过所需考卷并申请牌照。如果同学应考笔试，成绩不会在考试当天揭晓，但同样是以考试日开始计算3年。举个例子，如果同学在2021年1月1日应考 HKSI-LE Paper 1，而仍需要应考 HKSI-LE Papers 7和8才可申请牌照的话，同学就要在2024年1月1日之前于 HKSI-LE Papers 7和8均取得合格，并完成申请牌照的程序。如同学在2024年1月2日仍然未通过 HKSI-LE Papers 7或者8， HKSI-LE Paper 1的成绩就会失效，3年之限就需由下一个取得合格成绩的科目的考试日起计算。3年限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其实只要完成了1个考试组合，并成功申请牌照后，只要牌照莫有终止或被撤销，就不用再重新考试，牌照可以一直生效。什么时候只需要考1个考试？什么时候要考多个？谁决定你需要应考几多科？要知道你要考多少个考试，就要参考证监会发出的胜任能力指引了。HKSI-LE 考试除了 Paper 1以外， Paper 2至12分为2类，卷2至卷6是负责人员 RO 才需要考的考试，而卷7至卷12是营业代表 Rep 要考的考试。负责人员是一家受规管活动里面的高级管理层，负责监管公司里整个受规管活动的运作，确保其符合证监会及法律的要求。要成为负责人员，至少需要3年证券行业的经验，当中至少2年需包括管理下属的经验。如果你从来没有从事证券业的经验，你应先从成为持牌代表入手。持牌代表需要考的试卷。HKSI-LE 考试有14份不同的试卷，究竟你需要考哪些？其实这个视乎你想从事什么活动，换言之，你想售卖或提供什么服务或产品。例如，如果你希望带客户买卖港股、美股、债券等证券产品，你需要考 HKSI-LE 卷1、7、8。
又或者，如果你希望在资产管理公司上班，处理基金或委托账户相关的产品，你则可能需要考卷1、7、12了。你可以先参考以下图表，估计你需要考什么考卷组合，然后再参考豁免条件决定你是否需要考完整个组合的考卷。负责人员需要考的试卷。负责人员的考卷亦与持牌代表要考的考试原理相同，是视乎你从事哪一类活动而定，亦即由你将要工作的公司希望你规管什么金融产品服务而定。例如，你需要规管第2、5类活动，即为客户进行衍生工具的买卖或收费提供意见，就需要考 HKSI Paper 1和3。如你在成为负责人员之前已考过 HKSI LE Paper 1并申请牌照，成为持牌代表，就不需要再重考一次，于是只考 HKSI LE Paper 3就可以了。你可以先参考以下图表来估计你需要考什么考卷组合，然后再参考豁免条件决定你是否需要考完整个组合的考卷。